哇，你看现在的日出好美哦！前面那里也有一个人，他在看日出。现在太阳越来越亮了，太阳的光让海看起来更美了。哇，现在天又更亮了。很多人喜欢在这个海边叠石头，那我喜欢在海边动动我的身体呀，做一些伸展啊，做一些瑜伽，一边听着海的声音，一边做瑜伽，我觉得太舒服了。然后我也喜欢在海边一边冥想，一边听着海的声音。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跟大自然更靠近，然后我也会觉得心情还有我的身体都会比较放松。你们看，现在天已经亮了，我在海边的附近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他们用木头做这个举重的东西，这个东西叫杠铃。然后他们也用木头做了这个哑铃，这是哑铃。我以为会很重，可是其实不重欸，很轻。哇，现在天已经完全亮了。我现在呢，在台湾的花莲，这里是台湾的花莲，在东部，台湾的东部。那我想要给你们看看，在台湾的花莲这个地方，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？可能之后你们来台湾的时候，可以来花莲玩。这家是一家很传统的台湾的早餐店，很传统的早餐店。然后我点了一杯冰红茶，在台湾的早餐店一定要喝喝看冰红茶。我们的红茶味道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、很传统的味道，我们叫它古早味，就是古早味红茶。我们也会叫它古早味，在台语 Taiwanese 我们叫它古早味。然后我就坐在外面看着这个阿伯在做蛋饼，这个就是蛋饼。然后红红的那个是火腿，我点的是火腿蛋饼。所以这就是我的早餐，一份蛋饼，还有一杯古早味的红茶。然后吃完早餐，我就来路上走走啊，看看，看到很多很新鲜的菜，很多人在卖菜。我看到新鲜的菜、新鲜的水果的时候，我都会超想买的。可是呢，因为我是去花莲玩的，所以我不能买菜。这里是花莲的市场，我们也叫它菜市场。我买菜的时候，我不喜欢去一般的超市，我喜欢来这种在外面的菜市场。然后我发现有人在草地上卖这些二手的东西，有一些锅子啊、碗啊，还有一些工具。然后呢，我就来咖啡厅工作，喝咖啡，休息一下。哇，你们看，有好多好多的小包子。晚餐时间到啦，所以我们要来吃晚餐了。你们看，那个咖啡色的木头的东西叫蒸笼。
他们在蒸小笼包。这一间是在花莲很有名的小笼包店。你看他们小小的一间店，就有这么多的员工，还有这么多的蒸笼。他们把蒸笼叠得好高，都比那个女生还要高了。你们看，有很多人都在排队，很多人都要来买这家的小笼包。这个是我们点的，比较大颗的那个是小笼包，然后小颗的那个叫蒸饺。我点了几颗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颗蒸饺，然后1颗小笼包。你们看，这个人呢，他不太会用筷子，他觉得筷子太难用了。你看，这个肉都飞出来了。其实它就是水饺，它就是饺子，可是它是用蒸的，放在蒸笼里面蒸，所以我们叫它蒸饺。哦，它能不能吃到呢？哎呀，又掉了。那这一家店呢，它是用 QR code 点餐。现在在台湾很多的餐厅都开始用 QR code 点餐。我是不是很喜欢啦？我不太喜欢用 QR code 点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去买了一杯新鲜的果汁。你们看那个菜单，有这么多的选择，所以我每次都会想很久，我都会在想，我到底要喝什么？然后我们来这一家买它的烤麻糬。其实他们比较有名的是竹筒饭，可是它的烤麻糬就是这个，看起来很好吃，所以我们买了烤麻糬。我在等我的烤麻糬。这一家店呢，它在花莲的东大门夜市，在夜市里面。这个就是竹筒饭，外面那个是竹子，然后他们把饭放进去，就叫竹筒饭。我的烤麻糬快好了。然后左边那个是香肠，烤香肠。然后他们也有卖酒，这些是他们自己做的小米酒，用米做的酒。耶，我拿到我们的烤麻糬了，上面那个是花生粉，然后它有加一点炼乳。然后为什么我的烤麻糬是紫色的呢？因为它是用紫米做的。超好吃的，可是很烫。这个是刚刚那个小米酒的菜单，酒单，可以叫它酒单，酒的菜单。我试喝了一小杯，我试喝了一点点的小米酒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这里好漂亮哦。这个地方很有日式风格，就是看起来很有日本的感觉，会让你觉得，我在日本吗？你们看那个房子，就是很像日本的房子。然后这里也有很多树，还有那些黄色的光，
然后再晚上去就会觉得哇，好漂亮，很浪漫。然后我在草地上发现了一只很小只的蟾蜍，一只小 baby 蟾蜍，超可爱的。小蟾蜍可能是出来运动一下。好啦，那这就是那一天我去花莲的地方。下次你们也可以去花莲玩，花莲真的很漂亮。好啦，那就下次见，拜拜。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，有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。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，你也可以看到哲学、文化等等等等。在我们的视频下面，你可以看到文本。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。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、繁体字、拼音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。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，你可以下载音频，然后听很多很多遍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。好，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。